讲真的，我真的好想吐槽一下我们这边的，哎呀，我们这边的环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若川同学的频道，我是若川。最近家里边出了一些事情，所以说一直没有给大家录视频，大约已经拖更了1周左右。在此呢，我给各位广大的朋友们说一声对不起。今天呢刚好是周末，然后我想去当地的电脑城逛一逛。说是电脑城吧，其实也是一个数码城，因为我最近想要更新一下我的设备。大家也都知道啊，我从一开始都是用手机和 GoPro 来进行录制视频的，但是看了这么多 UP 主用的相机来进行录制，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，所以说我也是有一些心动的。刚好今天有时间，然后我想去逛一逛。我在网上呢也看了一些视频，了解了一些相机方面的知识。我现在目前的打算是品牌的话会选择索尼，其他的可能就不会考虑了。现在比较纠结的是选择半幅还是全幅。半幅的话可能就是价格各方面都比较适合我，而全幅的话可能价格就会稍微有点高，所以说呢这个我得需要去看一下，看看半幅适合我还是全幅适合我。但是就我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半幅也就是 C 幅其实是完全适合我的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哇塞，这边怎么都什么按手机的地方？没有看到有卖相机的。去2楼看一下，看看2楼有没有。我看到了有一个摄像机的一个文字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。真的是修手机的比较多，但是电脑的确实不多。这个地方看到有一个腾星数码，我看到有各种设备，但是这家店好像已经撤柜了。这个是，让我看的好像是佳能啊，这个。你看这么多设备。你好，我想了解一下那个6400有吗？索尼，我能看一下吗？没有样机，是不是都没有样机啊？就是这上面卖的。都卖，但是没有样机。都没有样机。因为买的一般都知道样不样机的。因为我只是在网上了解，没看过。那网上了解就很详细。这个是什么？1000块。刚才那家店主说他没有样机，然后只有新机。问了一下那个6400的价格是5700多。其实我是想找一个样机看一下，这种没有样机怎么看？不过我怀疑其实他也没有，你如果要的话他可能会给你去订，但是他自己是没有的。刚才临走之前又发现了一家，然后我进去跟老板聊了一下，他跟我讲好像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根本就没有样机的。可能是我比较天真吗？因为我的上一台相机是从网上采购的，没有从实体店采购过。现在实体店都不提供样机展示了吗？我觉得
有一点点搞笑。然后我也问了一下那个价格，就是整个相机的那个价格，它是6400单机。因为我比较倾向于购买6400啊，所以说我只是问了6400的价格，我没有去问 A73 的价格。所以说他跟我说单机的话，第一家是5700多，然后第二家是5900多，如果再配一个适马 31.4 镜头的话，可能得在8000多8600多，好像那个适马镜头是2700块。我觉得这个价格好像有点偏高哎，这个不太好说。第一家那个价格我觉得还好，我想再去另一个数码城看一看。反正今天下午都出来了，现在是2点55分，还不到3点钟，我去那边再看一下吧。反正离天黑还晚一些。终于看到了一家索尼，进去看看。现在呢，我已经从那个数码城已经出来了。今天下午呢，总共是逛了2个数码城，一个叫做百脑汇，就离我家比较近的一个，还有一个叫做奇赛科技城，然后距离我家比较远，但是我开车过去呢，其实也倒还好，也没有多么远。说一下今天下午的收获吧。我去百脑汇的时候呢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是碰到了2家，这2家呢，其实它都是没有那种样机，也没有办法看，只是单纯的可以看一下那个盒子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。简单的问了一下价格，我就走掉了。在我去第2家数码城的时候，转了一整圈没有，后来问了一个阿姨，阿姨跟我说卖相机的基本上都在负1层，后来我就去负1看了一下，就觉得可能今天会有所失望吧。但是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皇天不负有心人啊，真的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就看到了那一家，就这一家，我就进去，那个老板是个南方人，比较爱聊，然后人也比较好。就跟我在那儿聊了几句嘛，就聊了一会儿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这个老板呢，他手上刚好有一台阿尔法6400，就是我今天着重想看的2台相机其中的一台。另一款呢就是 A73 的话我也问了，他说 A73 的价格可能比较高一些，所以说没有能够拆开的这种样品没法看，只能看一下包装和盒子。然后我就着重看了一下阿尔法6400嘛，这台相机给我的第一感觉啊，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网上看这个视频，我没有真正的把相机拿到手里边去进行把玩。我看到这款相机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小巧，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在玩尼康的单反，那个单反的话就是比较大一些，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阿尔法6400的时候，我惊艳到了，这么小的相机，然后性能那么强大，真的是太适合拍视频了，真的特别适合拍 vlog。关于这个相机的性能啊，包括它的性价比其他方面的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我还没有拿到这款相机，我只是有想要购买它的这个意向，但是我还没有买。毕竟还是蛮贵的。对于我来说，除了平时拍个 vlog 之外呢，其实其他的需求并不是特别大。我也在犹豫，到底是购买相机，还是说用现在的设备继续去进行拍摄。这个我是一直比较犹豫的。今天下午我去的这家店，它真的什么器材都有。就比如说像阿尔法6400，它的镜头，包括三脚架，还有就是拍视频用的罗德的麦克，
我看了一下，麦克基本上任何型号每个型号都有，然后还有那个大疆的无人机，包括大疆的稳定器都是有的，所以说还是非常全的。我有比较倾向说从他家然后去购置整套的这种想法，但是还是得看一下价格。说到价格这个问题呢，因为我今天下午总共是逛了2个数码城，然后去到了4家店，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一家呢，就是能够让我把玩机器的这一家呢，属于第3家。第4家呢，因为它没有样机，所以说我也就没有就是录过多的视频。简单说一下，第1家它给我的价格就是单机身的价格，因为我不想买套机，我只想买一个阿尔法6400的机身，然后我自己搭配一个适马的31.4的镜头，所以说我就简单问了一下单机的价格，第1家它是能给到5700多，并且老板很干脆，他直接都没有说什么，他直接说5700多，全新的国行。发票的话可以给，这个我也问过了。然后第二家他给报的价格是5900多，然后可以给开发票。第3家他给的价格是6000，也可以给发票。第4家他给的价格是5800，不能开发票。其实总的来说的话，我觉得都是还是在这个5700到6000块钱左右的这个区间吧。因为我也有考虑过想要去购买二手相机的这个想法，但是二手相机的话，我从闲鱼上看了一下，大部分套机的价格都在6200-6300左右，然后可能少有的那种相机会有在5900左右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单机，好像单机的价格是5900，所以说如果说我真的要买的话，新机的价格都是这样，那我干嘛要去买二手的机器呢？对吧？还有就是我获知了一点，就是关于镜头的问题，因为我有跟老板交流嘛，我跟老板交流说关于镜头的问题，我说我想配一个适马的镜头，然后镜头需不需要买新镜头？然后老板跟我说，因为我说的这个适马的镜头，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镜头啊。老板说这种镜头的话，基本都是3年的保修，所以说刚出的新镜头你买二手的话，其实它最多过了1年多，它其实还有1年多的保修。我觉得这个的话，买适马的话，最好还是买一个二手的镜头，可能会比较适合我，但是不一定适合所有人，但是肯定适合我，因为我的预算本身就不是很高嘛，对吧？其他的话就是关于稳定器的，我也跟他聊了一下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的都是飞宇和智云的稳定器嘛，然后老板给我推荐的是说用大疆的稳定器，可能得1000多块钱左右吧，大疆的那款 SC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说我买的稳定器最多也就是可能会用一下阿尔法6400，包括像如果以后如果再升的话，可能需要用到 A73等等这样子。老板说完全够用了，所以说没有必要去上飞宇或者上智云。但是针对于这些稳定器啊，我还不是特别的了解，没有深入的去了解，只不过老板这么跟我讲，我是觉得 OK 的，所以说后续我可能还会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。针对于这个买设备这个问题呢，我可能会去持续的再去了解，再去计划一下吧，因为我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的就是突然。虽然我买设备的想法已经很久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慎重一点会比较好一些。毕竟设备买来了之后，你不能把它发挥最大的作用，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不公平，对吧？ OK， 那今天就这样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